在接近零下273摄氏度的太空里，宇航员不会被冻死，他们会被活活热死。电影里所有暴露太空瞬间结冰的情节全都是错的。真实航天工程里，空间站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宇宙严寒，而是扔不出去的热量。一旦散热系统停转，这座1000亿级空间站几小时内就会变成一个高温蒸笼，设备烧毁，宇航员窒息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彻底颠覆你对温度、太空和热力学的所有常识。看完这条视频，你会瞬间搞懂3件事。为什么真空才是宇宙里最强的保温层？为什么空间站内部热到宇航员只能穿短袖？2010年真实太空危机，宇航员差点因为中暑紧急撤离。这不是科幻，是 NASA 真正每天都在面对的生死难题。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温度低等于冷？大错特错。我们觉得冷不是因为气温低，而是空气分子不断撞你，带走你身上的热量。风越大，热量跑得越快，你越冷。但太空是超高真空，几乎没有任何粒子。它环境温度确实接近绝对0度，但它没有东西能吸走你的热量。传导和对流在太空直接失效。这就是为什么太空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真空保温杯，而国际空间站就飘在这个宇宙级保温杯正中间。更反直觉的是，空间站内部常年恒温22摄氏度，宇航员穿着短袖干活，它根本不需要暖气，它自带发烧体质。舱内上万件电子设备24小时运转，生命维持系统、照明、循环泵、电脑全部在疯狂放热，再加上每个宇航员每小时散热量就等于一盏100瓦灯泡，真空把热量锁在里面散不出去，内部温度只会一直涨一直涨。如果不主动散热，只需要几个小时，空间站就会热到失控，变成太空蒸笼。你以为太空冷是因为晒不到太阳，真相更恐怖。空间站直接暴露在无大气层遮挡的太阳辐射下，向阳面温度轻松突破120摄氏度，背阴面又低至零下150摄氏度。就像夏天你把车窗全关，停在太阳底下，外面再凉快，车内也能飙到50摄氏度以上。空间站就是宇宙中一辆永远暴晒、永远密闭的超级汽车，内部热量散不出去，外面太阳疯狂加热，双重夹击之下，空间站到底靠什么活下来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硬核。太空中没有空气，传导不行，对流不行，唯一的活路只有一条：热辐射。空间站内部布满了像血管一样的管路，里面流动的不是水，而是氨。它冰点低，不易凝固，换热效率极高，能在极端环境下稳定带走热量。氨水在舱内吸收所有多余热量，再被送到空间站外侧那些巨大的白色面板上。这些面板不是太阳能板，而是宇宙级空调外机。它们通过发射红外线，把热量像发光一样直接扔进黑暗深空。你冬天烤火感受到的热就是辐射热。空间站只是反过来把自己烤向宇宙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散热系统坏了会发生什么？答案非常残酷。散热板一旦被遮挡或失效，氨水回路压力飙升，设备会陆续启动过热保护，强制关机，二氧化碳洗涤器瘫痪，舱内空气迅速变质，宇航员必须立刻撤离到飞船应急。这不是假设。2010年7月31日，国际空间站真的发生过氨泵故障，直接导致一半散热能力瘫痪。在轨6名宇航员紧急关闭大量设备，强制降热。NASA 连续安排2次紧急太空行走，更换355公斤的故障氨泵，才勉强化解了这场太空中暑危机。小型飞船断电会变冷，但像 ISS 这样满载运行的空间站，最大天敌永远是热堆积，不是寒冷。最后3句话帮你彻底记住今天的内容。太空真空不导热，所以它是宇宙最强保温杯。空间站的真正威胁是内部产热加太阳暴晒。热辐射是航天器在太空唯一的散热生命线。我特别想知道今天哪个知识点最颠覆你的认知？ A. 太空其实是个巨型保温杯。 B. 宇航员在零下270摄氏度环境里还要防中暑。 C. 散热比取暖难100倍。欢迎在评论区直接打 ABC， 是的，我会尽量每条都看都回复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反常识、硬核又好懂的宇宙科普，记得点赞订阅，这对我很重要。我们下期见，谢谢。